大家好，我们是说台湾说日本，我是福山太太，我是松原妈妈，大家好。松原妈妈，嘿，我们现在这个是什么啊？这个是鹅油香葱，鹅油，鹅油香葱。嘿，你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吗？鹅油香葱，我第一次知道有鹅油，我知道有，没有，我知道葱油、茶油。对，猪油、鸡油，对，然后日本人吃那个寿喜烧 ，sukiyaki 很喜欢牛油，对，我不知道有鹅油，我也不知道有鹅油，结果你知道吗？这是我学生推荐给我的，我学生是日本人，然后他跟我讲说有鹅油这个东西，然后拌饭拌面啊，然后或者是炒青菜啊，都很好吃。然后呢，我就去神农生活找，结果真的有鹅油这个东西耶。我们先讲好，这个不是业配，这个只是说，因为我本身自己不知道，结果被日本人推荐的好东西，所以我想说推荐，介绍给大家。对，而且吃了才知道，怎么台湾最近有这么新出来的产品，这么好吃的感觉。对啊。你会觉得这个包装很高级耶，超高级的感觉所以吃起来也超香有味道的，超级香的，真的哦。所以没有吃过的人推荐，非常推荐这个鹅油香葱。好，欢迎大家去试试看，这个台湾也有卖，所以才会在日本的那个台湾的神农生活卖啊，所以在台湾的朋友也可以买得到，住在日本的朋友也可以买得到，对啊，对啊，好，对，那我要来试试，而且你说拌面就可以，这种我超喜欢的，因为我很懒。真的很好吃，我真的是超级推荐。好，我要来吧，试试看。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要讲什么？对，今天的主题呢，我觉得这差不多跟男人讲当兵一样，我们女人经历过的话都可以讲一辈子的主题，叫做生小孩。对，真的。因为呢，我们就是住在日本，所以呢，我们是在日本生。可是啊，其实有一些台湾的太太，大家可能是回台湾生的。对。可是为什么有的人在日本决定在日本生，有的回去台湾生啊？因为如果回去台湾生的话，还可以去坐月子。啊，对，坐月子中心，日本没有那么豪华的坐月子中心。对，然后如果会想要在日本生的话，像我的话，我就是在日本生。那我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在日本生，是因为我觉得回去台湾好麻烦哦。啊，对，你还要挺着大肚子坐飞机，对，然后到时候不知道哪一天生小孩，老公可不可以在那个时间内来？哦，然后还有重要的就是，你要生完小孩以后要帮小孩子办护照，那些有的没有的。哦，对，你还要跨国手续那些就对了，对，所以我觉得很麻烦。我觉得我是那种怕麻烦的，所以我就没有回去台湾生了。哦，原来如此。对，我是听蛮多回去台湾生的朋友，他们是觉得回台湾还有娘家可以照顾啊，可以就是妈妈可以照顾，然后又可以去坐月子中心，然后又可以自己放一个长假这样，然后以后再回来当卑女。也是有啦，也是有。对，我也是在日本生的。那主要其实我原本是想回台湾，可是因为就是我哥哥就是出了一些意外，所以我们家人必须要照顾我哥哥，所以我就留在日本。那后来我发现留在日本生也有优点呢，就是老公要付出蛮多的，就是那个参与感啊，然后比如说他刚生完也要照顾我们啊，然后还是就是整个过程的那个参与。这个我说在台湾生的话，老公可能没有办法及时赶到，然后去那个跟你一起在产房，然后看你把小孩子生出来的那一瞬间。对，这也有可能。对，那你如果在日本生的话，老公可以一起进产房。对，还可以剪脐带。对啊，应该有的地方可以这样子。对，我就觉得，所以各有各的优缺跟不一样，这就是我们这种嫁到国外的台湾太太，大家绝对都有烦恼过这一题，我要在日本生还是在
台湾生这样子。对，可是那个什么，是不是还有一个不一样？就是甚至在医疗制度上面也变成大家考虑的一个重点。对，像如果说日本的健保卡啊，他们的制度是用在生病的部分。那因为像怀孕的话，他们觉得那个不是生病，所以健保卡不适用。那但是因为在日本生小孩很贵，所以他们政府又另外补助了每一个孕妇大概有42万的补助金，从政府那边申请补助，然后直接汇给医院，对，不用经过我们的手去交这个42万日币的钱。其实42万日币是蛮大一笔的哎。对，像如果说回去台湾生的人，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一笔钱回去台湾好好的坐月子，有时候还有绰绰有余。对，而且只要之前日币比较高一点的时候啊，真的很好用。不过最近日币比较低，可能月子中心会少做几天了。对，没错。对耶，那这样子看起来，在日本生跟在台湾生产各有优缺点。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在日本的吧，那我们来分享在日本生，你有没有什么难忘的事情？好，我就讲一个我在日本生产非常非常那个特别的经验，就是我生第2胎的时候呢，那因为我生第1胎的时候，其实已经就是有一点征兆说，可能会流血流蛮多的，但是因为第1胎没有流也没有，就是比一般人可能还要流多一点点，但是没有到那个大失血的那种感觉。然后生第2胎的时候呢，就生完以后，小朋友已经平安的在外面，在那个保温箱里面了。但是呢，我那个血还是一直在流，一直在流。然后我就跟医生讲说，我自己都可以感觉到我那个血是滚滚的，热腾腾的，在我的胯下一直在流。然后我就跟医生讲，医生看了以后发现也不太对劲。那时候医生的那个脸色实在是有够凝重的，对，非常的凝重。然后呢，他就赶快在那个我的点滴里面打了2瓶止血剂。他那时候就跟我老公讲说，如果打了这2瓶止血剂，我还没有止血的话，可能就要赶快送去大医院。天哪，那已经很危急紧张的感觉。对，对。所以我那时候还好，真的是还好，打了那2瓶止血剂以后，我就止血了。那就好。对，我那时候真的是失血失到我那个头，就是我已经躺在床上了，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快昏倒了。那已经非常严重了哎。对，那松原妈妈，你的比较难忘的吗？对，难忘的经验是什么？因为那个我们在日本啊，然后他就是有规定，生之前就是都会有那种所谓妈妈教室，然后就会有助产士来跟我们。就是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还是教我们做瑜伽啊，然后还是给我们做一些心理的讨论、諮商啊什么的。然后因为就是有一次在要去上课前2天，我就看到，因为在脸书上面有很多那种。台湾人在日本的妈妈社团这种，还是太太社团，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台湾太太写说，她在那个生产的医院啊，然后就是尖叫啊，生小孩的时候很痛，叫很大声，结果被日本护士骂她说，安静一点，你这样子会吵到别人。Oh my God！ 然后底下的留言全部都是在安慰他说，怎么这么可怜，生小孩那么痛也不能叫日本怎么这么压抑什么。我就看完以后我就想说，哎呦，就是还蛮害怕，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不管是看古装剧还是看那些妈妈社团，大家都说生小孩就是要叫啊，那么痛那么可怕，就是这种印象。然后我又看到说，那在日本会被骂，好恐怖哦。然后我就那一天在妈妈教室，然后我就问那个助产士说，我有个问题，请问在日本生小孩是不是不能叫？然后那个助产士他就说，他反问我，他说生小孩为什么要叫？我就说，可是我们不管是电视还是旁边的就是人，大家的分享就是这样叫了，好像感觉比较不痛啊。然后那个日本的那个助产士就跟我说，他说生产的时候应该要把力气用在对的地方，然后是没错，真的。对，你要把你的精神跟力气用在把小孩挤出来，还是跟着他们建议你的节奏啊，还是那些生产的过程。可是如果你一直把精神想在那边乱叫的话，你根本就是
浪费你的力气跟你的精神，这样并没有比较好啊。所以，对，我就想说，听他讲完，我才知道啊，原来不是不能叫，而是真的有需要，一定要边生边叫嘛，这是不同的文化差异，这样子。意思就是说，真的要把力气放在该用的地方，不是把那个力气拿来用叫。对，没错，而且还有我这一家，就是在日本，不是每一家医院都可以打无痛分娩，在台湾是很普遍的事情嘛。对对。可是，在日本不是，而且都要先预约，对不对？对对。说到无痛，这个哦，在日本打无痛去，我之前那家医院的话要15万日币，对不对？对，台湾好像。台湾可能才几千块而已吧，6000块左右，6000块台币而已。对啊，所以差很多，而且还不是每一家都可以。对，而且还有就是你要很早以前就要预约，然后呢，一定要老公同意。对。对，没错，我怕你付不出来钱嘛。知道，他们就是好像做什么，就是做什么，不管孕妇要做什么东西，一定要跟老公讨论，然后老公同意这样子。我比较幸运是我那一家啊，他就是那个医生好像自己本身就有拿到可以打无痛分娩的资格还是什么的，所以我们可以当天就是再决定。可是我早就预约，因为对那个在台湾那些爬文的经验，就觉得这一定是要的，不要让自己痛这样子。然后我就在那边有一点点痛，然后就是我们就是边滑手机边等这样，然后有一点点痛，我就call那个护士说我想打无痛分娩了，他说我觉得你还没有，然后又有一点点痛，我就说我想打无痛分娩，然后那个护士竟然说你滑手机还笑得出来耶，他说你滑手机还笑得出来，代表你还不会很痛，不用打无痛，还没有时间还没到。对，因为那个护士她自己生了4个小孩，哇，然后加上她旁边所有的人，没有一个日本女性打过无痛分娩，她那时候就觉得我是一个就是为什么就是明明看起来很壮，就是还需要这样子的人，所以终于我真的到连手都没力气拿手机，然后我的表情已经很挣扎，然后送那个饭来我也吃不下的时候，然后他才去叫医生来帮我打无痛分娩。然后打了无痛以后就真的都很轻松了吗？对，比较轻松。我发现在日本很少人打，对不对？对啊，应该有，我也忘记了。我觉得我们女性很伟大的，就是痛过苦过就忘了。真的哎，对不对？真的，对，因为后来照顾小孩更多、更苦、更痛的。对啊。但是像我的话，我两胎都没有打，我就是对，因为我生第2胎的时候，我进去产房大概15分钟我就出来了。哇，好幸运哦，太幸运了！我用力4次就出来了，然后真的超棒，你还记得次数，超厉害的，好棒哦。对啊，然后觉得这就是那种差异，好像在台湾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日本就有不同的观念跟想法。我觉得还有一个冲击就是吃冰的这件事情。对，真的，生完小孩的第一餐是那个冰牛奶配沙拉。这样你有没有吃？要吃还是不吃？我很挣扎我吃了，因为我肚子好饿。我就是第一餐超挣扎，说怎么办？这跟我们从小那种就是印象中就是不能吃冰的，对身体不好，所以我第一餐没有吃。后来也吃了，而且我因为是在夏天，然后刚好在日本的七夕，他们要吃冰的凉面，所以还帮我们做特别的七夕餐。我有一餐是吃冰凉面配沙拉，这个在台湾绝对是不允许的，好不好？其实我那时候在那个吃冰凉面的时候，都幻想希望它是麻油鸡。真的，对啊，而且还有刚才有讲到我是夏天，然后我就是不想马上吃的时候，然后他们还会打电话进来房间说，现在是夏天，为了避免食物中毒，请赶快把饭吃完。就是他们很注重这些食物的安全卫生，就也让我印象很深刻。对啊。那还有你有没有？我觉得在日本生还有一个很享受的事情，就是在医院里面可以你有没有吃大餐？有啊，他都会附一个那个
牛排大餐，对，从前菜的对面包、浓汤，然后到那个饭啊，还是那个牛排，这样超棒的。对，这个就是庆祝你辛苦了，然后生完小孩这样子。对，现在才知道那一个意思，就是你在我们这边还有机会好好的慢慢吃饭，你回家就很难咯。对啊。我们这家还送我们按摩还有 SPA，还有敷脸，真好。对，我那时候都不知道这是多么要珍惜的一刻啊！已经几年没做过这些事情了，真好。对啊，还有说到那个在日本生小孩的时候，可不可以申请保险这件事情？对耶，很多台湾太太回去也是，比如说剖腹要申请保险，还是就是生产的，那可以吗？我本来是那个什么自然产。但是本来自然产是不能申请保险的，但是因为台湾的保险嘛，对不对？对，是台湾的保险，台湾的保险公司。那但是因为那个我大失血嘛，然后就请医生开那个证明，所以我就跟台湾的保险公司申请了理赔。那但是没有100%全部理赔啦，他大概理赔那个8成这样子。对，所以这个如果万一在生产上有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台湾的保险公司是可以理赔的。对，所以如果就算是在日本生产遇到这一些的状况，也要记得跟你的保险公司联络，这是很重要的。对，真的。我也觉得怎么这样回想起来，又感觉好像昨天的事情，像不像男生在讲当年永远的20岁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希望我们今天这个生小孩这一套流程，可以让未来想要在日本生小孩的妈妈们的一些参考，对，一些参考。还有或者大家有什么疑问，还是有想要跟我们问的也可以，还是大家除了日本在国外还是有什么不同的一些生产啊，还是一些医院文化的经验，也欢迎给我们留言。好，欢迎留言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咯。拜拜。